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跨境电商指南。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通过自己低成本的来申请一个美国公司的 EIN 号码。之前呢，有小伙伴问我怎么样申请 EIN，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如果对你有帮助呢，一定要把它看到最后。那么这个 EIN 是什么呢？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来问一下 GPT， 我们就简单的问 GPT， 问他。我们就简单的问 GPT 啊，什么是 EIN？ 这里点击发送。那 EIN 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雇主识别号码。之前呢，有给大家分享过如何注册一个美国公司。那么之前给大家讲的是我们如何找一个代理来帮助我们注册一家美国公司。但是如果你要通过这家公司开展实际的一个业务，往往呢还需要拥有一个对应的一个 EIN 号码。那么不管你是想注册网店，在亚马逊上面卖东西呢，还是开设美国银行的一个对公账户，那么银行呢都会要求你提供 EIN， 因为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这些第三方机构都有责任和义务向国税局上报你的财务情况。那比如说你在亚马逊上面赚了钱，开店赚了钱，亚马逊呢有责任给你发税表，并将你的营业的收益呢上报到国税局。那么国税局呢，可以根据你收到的税表，再来联审你的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呢，去判断你是否有一个逃税漏税的一个行为。这里呢，我是给大家讲的呢比较笼统哈。如果说你想更详细的了解税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咨询专业的一个会计师。今天呢，我主要想给大家分享的呢，怎么样来申请 EIN 的一个号码。并且呢，我个人的理解和认知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并不具备普遍的一个参考意义，所以朋友们可以当一个参考来看一下。那切记不要完全照搬照抄。那么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去申请美国公司的一个 EIN 号码。这里呢，我们在这个美国国税局的官网上可以看到，那这里如果要申请这个 EIN 呢，那么这里申请 EIN 的方式呢有4种。第一个呢，你可以采取这里在线申请 EIN， 你可以线上申请。那么这里呢也可以传真申请，还可以用邮寄申请用邮件来申请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里你可以通过电话申请这个 EIN。那么其中线上申请呢，它适合于美国本土的代理机构和个人。之前呢，郁金香也给大家分享过用我们的西北公司是一家代理公司呢，用代理公司直接去帮我们申请一家美国公司，他们呢也可以直接代理帮你去申请一个 EIN。 所以呢，这种方法呢，它就比较适用于美国本土和代理机构和个人。如果我们人不在国外你不在美国，你在国内，所以线上申请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还是刚才的方法，如果说你要申请美国公司的时候，你要就注册代理你用这种代理公司来帮我们去申请。像这种西北公司的话，他去帮你申请这个 EIN 呢，他们一般是使用线上申请的方式去帮你来申请。包括呢还有就像这个 Fiverr 上面呢也会有一些可以去帮你申请一个 EIN 但是他们的报价呢也会比较的高通常一般情况下是在$150到$300不等。那么这个价格呢也算比较合理了，因为他们只需要1天的时间就能帮你把这个 EIN 呢给申请下来。那像我们人在国外的话要自己申请这个 EIN 呢，只能使用传真、邮寄和电话的方式。那如果说你的口语能力比较强，你可以通过拨打这个国税局的电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美国东部的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6点到晚上11点，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去申请一个 EIN。 那这个是他办公室的一个电话，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呢去回答这个国税局工作人员的问题，来申请属于你的 EIN。 这里还是再注意一点，他的这个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的6点到晚上10点，晚上的11点。那这个时间它不以我们当地的时间如果说你人在中国，你不要以你的时间，那这个地方说了是美国东部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用传真和邮寄的方式，这2种方式
其实它的区别不是很大啊，都需要填写。这里可以看到需要填写一个 SS4 表格，填写好这个表格之后呢，通过传真或者邮寄给国税局。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填写这个 SS4 的申请表。那很多朋友在没有去申请这个 EIN 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其实啊，只要你看完今天这个视频的话，你也会觉得这个申请这个表格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难。那么这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表格的填写，那它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知道的一个信息，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个俄亥明州啊，比如说一个 LLC 的一个有限公司来申请的。如果说你的公司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呢，所在的地区跟我完全不一样，那么我填写的这个方式呢，它就不一定适合你。那这里呢，还是建议你需要咨询专业的税务人员啊。如果说你不想去花这个$150到$300找注册公司帮你申请的话，那这里呢，我也会留一个 Fiverr 的一个链接在描述栏。这个呢，它是专门帮你代理啊申请一个 EIN 的一个技术人员，他可以帮你代申请。那么你只需要付款给他就可以了啊。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一个价格。那么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包括如果说你想用西北公司代理公司，美国的西北代理公司帮你注册美国公司啊，直接一条龙帮你申请好 EIN 呢，也是 OK 的啊。所有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是，找个人的代申请啊，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个人代申请虽然价格会便宜一点，但是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这里呢也需要大家自己去思考。我还是建议你啊，要么就花钱，要么就自己动手。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在开始填这个表格之前呢，有的人可能找不到这个表格的位置，那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你来到这个美国的一个国税局啊，这里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那么你找到这里一个申报，申报呢，你选择一个个人。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企业和自雇经营，点这个。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小型企业和自雇经营，点一下。这里我们点一个雇主身份号码。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拉，那这里可以看到，可以找到这里申请 EIN 的方法。在申请之前，它有告诉你啊，首先你要注意一些，你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这里。那接下来呢，才是一个申请 EIN 的方法。第一，可以看到这里在线申请，刚才讲了在线申请啊，你要在美国，那你人不在美国，这个不适合我们。第二个就是申请雇主身份识别号码的一个 SS-4 的一个表格，这个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去。这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里啊，关于表格 SS-4 雇主识别号 EIN 的申请。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滑。那它这里有给我们解释使用表格 SS-4 的一个申请雇主识别号 EIN。那么 EIN 呢是一个9位数的号码，例如比如说12一直到89，那它是分配给雇主、独资经营者、公司啊以及合伙的企业、遗产、信托啊某些个人或者其他实体。它主要的目的呢是用来报税和报告的一个目的。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身份证明哈，一个识别报税的一个号码。接下来当前版本啊，这个呢当前是最新的一个版本，这里有表格 SS-4 PDF， 那这个我们直接点进去。接下来呢就到了一个表格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就可以直接进来填写。在填表之前呢，我们先来仔细的阅读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它分1页、2页啊。第1页和第2页，那第1页呢是我们需要填写的，第2页呢它是我们需要阅读的一些知识。填表之前呢，我们先来阅读一下表格的第2页，它会告诉你哪些要填，哪些不用填。SS-4 表格不用全填满，有些选项呢是有关联的，比如说8A， 那上面我们往上拉可以看到这里有8A、8C、8B。那如果说你选了yes， 那么就填8B 或8C。那这里还有一个9A， 如果说你选了这后面可以看到有个 yes 有个 no， 如果说你选了 no 的话，那这个8B 8C 就不用填了。
所以这里这下面这个第2页非常的重要啊，建议大家呢可以找个英文阅读能力比较强的朋友来帮你翻译一下我们把它全部看懂了再进行填写。填好后呢，这里呢第2页我们不需要打印只需要打印第1页就可以了。第2页它主要是给我们看的。OK，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填写。那首先第一它这里有一直到这下面一共有18条，我们从第1条开始。那第1条呢，第一栏就写你公司的名称，你想给哪家公司申请 EIN 就写哪家你自己的公司就写你自己的。我这里再说明一点，这里面所有填写的内容都用英文填写那我在这里面呢注明了一些中文，那这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的并不是说在这个里面填中文。那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部填写英文。第2栏、第3栏我们用不上，那我们就先不填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4A 呢，这里呢是一个邮寄地址，4B 呢是填你的城市、州和邮编。那么第6栏这里呢也是填写你的公司所在的郡县和州。注意这里说的是填郡县不是城市，你需要根据你的公司所在地呢、城市、街道地址去查查它在哪个郡县，那这里就填这个郡县、州。在第7栏的时候呢，这里7A 这一栏呢，填写你公司持有人的一个姓名。在7B 这一栏呢，填写。那么在7B 这里呢，填 foreign， 因为我们是外国人。那在美国以外，我们没有 SSN， 没有 EN， 也没有 ITIN。当然，如果说你有 ITIN 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填写你的 ITIN。我这里填写的是一个外国的。那么接下来第8栏 8A， 他问那这里是否是一家 LLC 有限责任公司，那我选的是因为我们选了这个 8A 选了 yes 的话，那后面这个 8B 的话，它就要求我们填写你公司的一个人数，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话，一人制和多人制它的报税呢是不一样的。那这儿呢，我公司只有我一个人，那我就填1。这里刚才说了8C 这里我们填了 yes。那么8C 这个位置呢，还会问你我们的这个 LLC 组织是否在美国，我们这里就也是选一个 yes。那9A 这里呢，需要你根据你自己的公司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好几个选项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这儿我就选择了一个其他，在这个后面写上我在独立站上面销售一个装饰品，你做什么的呢？你就在这后面呢把它填上。这儿呢，它还有什么合伙制、股份制什么个人服务，还有什么非盈利机构这些都要根据你自己公司的情况来写不要完全照我的。9B 这一栏呢，如果你的公司或者你是一个外国公司那9B 这一栏它适用于哪一个州的税这儿呢我就填写了俄亥明州。如果说你的公司呢在国外，那就填写你国外的地址，可以看到填写你公司的所在州。接下来10这里呢就是一个申请原因这儿我就选择了这个遵守 IRS 的一个相关规定。我个人觉得所有的公司呢都可以选遵守相关的规定，因为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呢，所有的公司都有报税申报的义务。那么即便你不交税的话，你也有申报的义务，所以这一个呢属于一个比较万能的一个理由这个。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开银行账户啥的，那也没问题，只要你的理由得当，选哪个都可以，看这个自己的真实情况来定接下来呢，你要填写你的公司注册的时间。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美国的日期格式是月、日、年前面是月12月，中间是日29日，后面是年2024年。那我们国内的中国的日期是怎么样？我们是年月日我们年在前面，月在中间，日在最后，所以呢这里填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换一下不要填错了。后面一个呢就是一个会计的一个结算时间，那我这来就选择最后一个月，那我这里选的就是一个12月。
其实这个呢也不要紧啊，你从1月到12月选哪个都可以啊，看你自己。接下来呢，这个是第13，那么他问你预计往后未来12个月你要雇佣的人数，如果说你不打算雇人，那这一行呢就可以直接跳过。我这儿就像我一样，我不打算雇人，我就直接填0，就不用填。如果你要经营公司要雇人，那么你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比如说1个、3个、5个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填。这个第15栏呢是首次支付工资的日期，这儿呢好，我这里还没有开始经营啊，所以我这里选的是一个 NA 没有。那第17栏这里，第16栏这里就是选你公司的一些相关业务。那么你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勾选啊。我这里呢就选的是一个电商啊，本身就是做一个电商的，在这个后面呢再补一下啊，写上电商。那啊，记得这里是写英文，千万不要写中文哈。写中文后期的话，你的这个SS4 表格可能是通不过的。第17栏这里呢是简要的描述你的业务，我这简单的写了一下，我在独立站上面呢销售一些装饰品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填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是一句话概括你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那第18栏这里是问你过去是否申请过 EIN， 如果有的话，那这后面你就选一个 yes， 如果没有的话就选 no， 那我这没有的话就选的 no。那如果说你过去申请过 EIN，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一家公司呢并不一定只能申请一个 EIN， 如果说你的公司业务有变动，你也可以重新申请。如果说你以前有的话，你可以选个 yes， 然后呢在这里呢把你过去的 EIN 呢填在这儿，那这里国税局呢它会做一个记录的。下面这个部分哈，如果说你找了代理公司，比如说我们找了这个西北公司，让他帮我们申请美国公司，他也会帮我们去申请这个 EIN。又或者说呢，你在 Fiverr 上面呢去找了人帮你代理，这一部分呢代理需要填写的，他们需要填写的一部分的内容，但是我们是自己申请自己填表，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填写。那再往下呢，那么这里呢需要填写申请人的名字啊，这一栏填申请人的名字，这个公司是谁的就填谁的名字。后面呢这里是填联系能联系到你的一个电话号码，能联系到你的一个传真。电话号码的话，国内的也可以的哈，你就在前面加一个86，加上你的手机号。那传真可以租用的，但是你一定要填写能接受到传真和电话的不要乱填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的表填的有问题比如说某一个地方没有填对，那被拒了之后，国税局他会把问题原因告诉你，通过传真或者邮寄地址给你回信，那么你根据回信里的内容再去改正，然后再把改好的重新发给国税局就好了。所以呢，这里要留下你的联系电话和你的传真，这个非常的重要。这里呢大家不用担心填不对报错这个就算没有填对的话，我们可以再申请再更改这个也不花钱。当然如果说你找了像这样的一个注册代理公司的话，那他会直接一次性帮你搞定你也不需要来操心这一个问题。那么这里所有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去打开视频找到链接。那么这个表格的下载地址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找别人帮你带你一起帮你搞定呢，这样的话会更方便只是说我们要花钱。那这里再重申一遍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部填写英文。那么这里填写好之后呢，直接点击这里右上角这里有个打印的按钮，把这个表格打印出来，在这个位置来手写上你的名字，记得是打印出来，用笔来在这个上面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在这个位置记得是手写这个不是我们在电脑上面填好的是打印出来我们手写的名字，并且来这里填英文字母，不要写中文，也不要不填如果说你这里不填的话，那么你这里也是不合格的。那后面呢就填写在后面就填写一下你的填写的日期，那还是要注意一下是月日年的一个格式美国的一个月日年的一个格式。 OK， 那这里呢我们就这个表格呢已经填写好了。看到这里你还会觉得这个 SS4 的这个表格难吗？
那如果说你实在不想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就直接找一家美国的代理的公司，比如说这个西北公司直接让他全帮你搞定你只需要配合就 OK 了。那这个西北注册代理公司呢，那只需要它的基础收费也非常的优惠$39，最基础的一个服务费就可以帮你去申请一个美国公司。OK， 回来，那我们这里表格好了之后打印出来，签好字之后，我们怎么样把填好的这个表去交给这个国税局？再来到我们的国税局的这个页面，这里有2种方法。如果你想用传真的方式呢，那就把表打印出来，签名，写上日期，一定要记得签名写日期。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可以找到它这里有一个传真的一个传真到这个号码855-641-6935。那它这里告诉我们，你将在4个工作日内收到获得这个 EIN。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通过邮寄将 SS4 表格邮寄给国税局。那么这里收件人，他这后面呢，你按照这个地址去邮寄，那这个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你大约会在4周后获得你的 EIN。当然这里有2种第一种是在线申请的，第二个是国外的。那我们不是美国的，就属于国外的国外的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邮寄收件，它的一个传真，可以看到这里有美国境内、美国境外的，我们按照这个地址去进行邮寄，或者说直接传真就 OK 了。一般情况下可以看到它的传真会快一些邮寄的方式会慢一点。那如果说你用的是邮寄的方式呢，它也会用邮寄的方式给你发回来。那如果说你用的是传真呢，它也会用传真给你回信。不管你是邮寄还是传真一般在2到3周内呢会收到这个国税局的这个回信。如果说你的 SS4 表格通过的话，你就会直接获得它会包含你的一个 EIN 和地址。当然了，到时候你收到的这封信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地址证明。如果说你需要用它来证明你的地址所以你一定要妥善的保管这个它的一个回复。那如果说你想要更改，你想更改这封信的地址呢，也是可以更改的。如果说你想更改 EIN 登记的这个地址你可以向美国的国税局提交这个8832表格，通过这个表格呢，你可以修改一个 EIN 的登记地址。好了，今天呢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样来填写这个 SS4 的一个表格来申请一个 EIN。希望这里呢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方法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要全部照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当然如果说你嫌麻烦或者说你想要花点钱直接注册也是 OK 的还有朋友，如果说你想直接想要申请一个美国公司可以看小鱼儿的之前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那么这里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描述栏。怎么样来注册美国公司？注册美国公司呢，同时呢，它也会帮你申请这个 EIN你只需要出钱就 OK 了。那很多国内的伙伴就觉得如果说你人不在国外，那么你想要自己注册美国公司非常的难建议你呢可以找这样的一个代理公司来帮你搞定这个公司的问题。 OK， 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我们可以一起交流探讨。